陳怡、參議同香港本土力量 Hong Kong Localism Power 嘅何志光究竟發生咗咩事？呢兩個頻道，我相信如果呢個月入邊你哋有關注香港嘅事，你哋應該會認識佢哋。所以今日小馬就想嚟講下呢兩位頻道。第二件事，3日前我每部 video 嘅視頻都係超過10萬 view 嘅，但係喺幾日入邊，我個 view 不斷下跌，從15萬變10萬到5萬到尋日嘅3萬，所以我不得不懷疑 YouTube 係咪對我嘅頻道限流咗？所以今日呢條片我希望大家幫我分享，我想知道真相。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6日，我是小馬識途，不是老馬糊塗。小馬每天和你聊一則你感興趣的時事新聞，喜歡的話幫我按讚、留言和分享出去，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讓我可以完成10萬訂閱的挑戰，然後每一天有新視頻的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好，很多朋友就告訴我能不能說一下2個作為香港人的油管頻道？我回答說，如果時間上允許的話，我其實會和大家聊聊。可是昨天呢，就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先不說，因為我不像蕭若元那樣呢，一定要人家有這個10萬訂閱才會提別人的名字，怕使呢幫別人做宣傳。那麼呢，整個油管的這一個自媒體如何會進步呢？因為我始終相信，我可以不認同那個人的理念，可是只要他走的不是極端路線，我們讓油管的池塘裡面多一條魚，其實沒有壞處嘛，對不對？所以我們先不說老蕭，因為我不會忘記和他的10萬訂閱之戰。好，今天我們要來說，現在啊，小馬的訂閱其實是在陳怡和何志光之間，陳怡是8萬9，何志光是4萬3，而小馬現在是6萬5。當然我沒有做比較，因為呢，我相信我們都知道做頻道其實一點都不容易。我認為多一個朋友還是好過多一個敵人。所以在我開始說這件事情之前，我要向陳怡和何志光公開呼籲，希望能夠和你們交個朋友，無論是在個人觀點還是在油管的經營上，我們都可以進行交流。也希望朋友們看視頻的你們幫忙小馬轉達一下我的這個想法。然後今天為什麼我會聊這個課題呢？因為小馬昨天就看到何志光就發了一個視頻，而在他視頻裡面，他的看法表達得清清楚楚，他政治切入第144期 A， 他點評了陳怡，從到底為什麼陳怡會從深黃忽然轉藍的原因，他也希望陳怡能夠交代清楚，不然他會對他提出質疑。所以他現在由始至終都說他不能夠確認陳怡是美狗或者是假藍，但是他必須發聲。何志光沒有推薦陳怡的頻道，這是他的立場。你喜歡陳怡是你的事，而何志光本人並不推薦陳怡。有人想何志光不要出聲，希望能夠把何志光的粉絲也變成陳怡的聽眾，所以為此呢，何志光是非常的反感，他表明他反對這種行為。你們決定擁護陳怡是你們的事，而何志光不擁護及不推薦陳怡就是他的立場。所以在這一個點上呢，小馬認為何先生竟然已經清楚表明他的立場，也希望廣大的網友們支持和體諒何先生。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陳怡小姐姐的頻道的簡介。她說，如果天將降大任於女神也呢，就必先奪其睡眠，勞其雙目，擠其身線，宰其肉身，方能讓她練就一身好武功，希望成為這個全職的這個 YouTuber。她說也說自己是一個女神，所以是證明呢，她是對自己呢相當有自信的。同時間我們也看到前幾天陳怡就在他社區發了一個這樣的呼籲，而這個呼籲呢也成為了他和何志光的一個導火線。
因为他在社区的发了一个文说，因为他现在的影片呢很多都被关闭了营收，所以如果大家支持他所做的事，希望大家捐款给他，然后他会把捐款拿到的钱放在频道的经营啊、器材啊、软件啊等等的想法。所以这一点呢，小马想来讨论一下，因为何先生在他频道里面呢是不认同陈怡小姐这种接受捐款的说法，因为他认为陈小姐你竟然有你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捐款呢？所以何先生的选择是在他频道他是没有要求观众捐钱支持他的。当然这是何志光的选择，我们尊重。那么陈怡希望别人的帮助，那也是他的选择，我们也要尊重。当然小马也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因为陈怡小姐说的某部分是事实，近来呢油管制这个盈利模式是更加严厉了，所以在近期我们很多爆红的视频呢都没有办法置放广告，其实这一点呢是让我们收入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一些火红的影片，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用兼职的时间在做油管，我希望在未来2到3个月里面，我们能够全职成为 YouTuber，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影片。所以陈怡说的前面的那一个资讯是对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捐不捐款是你个人的选择，就好像小马，我的准则是，如果你认同小马做的东西，你想支持我，你想请我喝咖啡，你想请我吃饭，我觉得 OK， 因为那是你对我的认同和肯定。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倾家荡产把你的钱捐款给我，因为在我的原则里面，其实数目不是一个重点，而是那份心意，那一份肯定。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物轻情义重嘛，所以你要不要捐款那是你的选择，你觉得你要支持陈怡小姐的，那么你就捐吧，你觉得你不要支持的甚至你不认同直接捐钱的，那么你就可以问一下这个频道主你有没有出一些你的 T 恤啊，你的帽子啊，我可以购买你的物品，等于对你的支持。就像小马的衣服呢，在努力的设计中，希望到时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也是我们之间的一种联系跟一种连接。好，然后在这里我也想要简单说一下，包括我本身和志光和陈怡之间共同点是什么。我相信稍微有一些上一些年纪，就是可能接近30岁，你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的思维和想法其实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在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20多岁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叛逆的，我们是冲动的，我们是喜欢激情的。就好像5年前，我也是非常反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我上街游行示威，期待国家有更好的表现，去宣泄我的不满。可是时间过去了，会让你有所成长，你会发现现实社会并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你上街可能就会让一些投机的政客来捞取他的廉价的政治宣传，毕竟在全世界都有很多这样的政客，他们只想巩固他们的选区，只想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只想要拿到政权。当他们拿到政权过后，当初许下的海口的承诺是不会落实的。就好像你问一下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这些人民，你就知道了，他们并不是真正所谓的为国为民，很多他们只是希望拿到所谓的这个空有民主，只是为了拿到无上的这个权利。当然如果你是在20多岁的时候跟那些人说那一番话的嘛，他们是肯定听不去的。你想让他们省下一些时间是没有办法的，这些路他必须要自己走。可是我们担心的就是你没有机会走回人家走过的路，就好像那几位因为一些事件而逝世的那几位年轻人，他们这样的美好年华就没有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给他们后悔。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长辈他们会这么的呼吁年轻人必须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
老套的一句话，他们吃盐就多过你吃米，这些经历都是他们所经过的，所以他们不希望呢你跟他们走一样的旧路。可是事实证明，这些路也是他们必须要走的，也是当代的年轻人他们必须承担那样的责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考量。当然，我们做这个油管自媒体的，没有办法，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蹭流量，这是事实，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吃饭的嘛。只是在做这些事件的当儿，我会问我自己，除了钱还有其他的东西吗？就是今天我做这个视频，除了蹭流量，我们还要让那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不能够埋没我们自己的良心去做啊，这才是小马的原则。就好像我不能因为钱，今天我就在这里呼吁大家，我赞成明天习近平就应该发兵武统台湾，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虽然我知道没有钱万万不能，可是钱不是万能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唯有我认同那个理念，认同那个理想，我才能够持续做下去。所以呢，我相信这一点就是小马的看法。为什么在最近几年会让何志光和陈怡会有那样改变的想法？因为我们成长了，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了，我们看到更多层面的东西。而何志光也在他简介里面提到，在2018年，当他开始推出新节目《中美争霸》时，他就放弃了以前那一套每一个都是共谍的这个阴谋论。我相信他所谓的这个共谍，就是在说中共产权的这些间谍吧。所以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两位朋友的这一个看法。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呢，你能够多去看不同的频道，包括甚至是文昭啊、石头记那一些，你可以不认同他们，可是你就要去看一下那些人怎么说，你才能够明辨是非，你才能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东西。就好像我昨天分享的这个视频，有人竟然把那些暴力示威者比作是孙中山的革命者，可是今天你会觉得很荒谬，孙中山在棺材里面都会跳出来，只是他们正在用这一些方法来荼毒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认为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民为治下一代。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的恐怖，小马非常的担心。所以你要在聆听了全部人的想法过后，你要自己去分析哪些人士值得你支持，哪一些人士是值得你追随的。而这几个点就是今天小马想和大家分享的。我是小马识途，小马绝对不糊涂，每天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喜欢的话帮我按赞留言和分享出去，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早日完成10万订阅的挑战。每天有新视频更新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有朋友为我做了我 T 恤的这个草稿，大家可以去油管的社区留言给我知道你的意见。如果以那个设计为原图的话，你会不会支持小马的 T 恤？我们明天见，拜拜。